无量天尊，此等祸星生来与妖孽相缠，必不可留于世。然上天有好生之德，不可乱造杀孽。此女虽为祸星，但此命格并非不可解。只要身在七星阵之中，接受道法7749日，便可修改命格，除去他身上的妖孽。你能不能说人话？你到底什么意思？我就管你要个人，你这么多废话干什么？哎，娘娘，贫道受人之托，照应娘娘。娘娘想要人陪伴，贫道自然无不答应。只是此女实为特殊，若不改其命格，除去她身上的妖孽，留在娘娘身边，定会使娘娘体虚而亡。万望娘娘谨之慎之，且等贫道做法除妖之后，再将她送到娘娘身边去。所以你答应了是吧？那正好我也饿了，人我就带走了，回去吃饭了。上清道长眉心狠狠跳了一下，合着压根儿不听人说话是吧？两个道童立刻上前将人给拦住。什么意思？娘娘饿了，且先用过斋饭再走吧。陆泱泱目光瞥了眼那斋饭，得，明白了，这是费了半天口舌发现没用，打发把人给弄晕了完事儿。你让我吃我就吃啊，万一你下毒呢？这样，我也懒得跟你们掰扯，你们一人吃一口我就吃，吃完我就把人带走，不然万一你们骗我怎么办？有点聪明，但不多。不过恰恰好，上清道长他们要的就是尽量不动手将他给弄晕了。毕竟这位身份特殊，若是动手，日后总归是不好交代。于是上清道长配合着伸手拿了一杯清茶，喝了一口。陆泱泱低眉顺眼地跪坐在纳兰云烟身后，他硬着头皮一边嚼，一边手指悄摸摸地摸到袖口里藏着的针，在自己穴位上扎了一针，然后装作不小心扑倒在纳兰云烟身上。娘娘你怎么晕了？娘娘你不能丢下我不管呀，你不是说了一定会把我带走的吗？娘娘你醒醒，娘娘。可算是晕过去了。县长，这什么皇妃也太能闹腾了，不如趁此机会把她给解决了。就算那边真的问起来，大不了就说得了疾病死了。蠢货！县长息怒，是小人无知。本仙尊乃得道成仙之人，若说皇妃病死，你是要打本仙尊的脸吗？你以为本仙尊为何要容忍他一个凡夫俗子？他不光是大殿下的正妃，还是大燕的郡主，是和亲而来。倘若他有个什么三长两短，由此引起两国征战，受苦受难的还是百姓。本仙尊既已得道，自然要以天下苍生为重，可明白了？是，县长英明，县长英明啊！就在这时，上清道长的肚子突然传来咕噜一声，上清道长脸色微变，下一刻又是一声咕噜声。好了，把皇妃送回去，不可胡言乱语。她是这仙宫的仙妃，尔等都要注意些。把这姑娘送到丹房去，本尊稍后就来。陆泱泱等到屋子里彻底没了声音，才缓缓地睁开眼睛，发现自己竟然不是在房间中，而是在一间地下室里。方才没细看，没想到这穷乡僻壤也能出这等角色，比那大殿下的妃子还要灵秀几分。
倒是找了个极品来。若非今日这卢丹已经等不得了，本仙尊还真有点舍不得。也罢，放一点血也死不了。待本仙尊成仙得道，也娶他几房妻妾，岂不美哉？这取哪儿的血呀？按理说，剖心的心头血应该是最好的。处子的心头血多么甜美呀，散发着让人无法抗拒的香气。炼制而成的丹药都是香甜的。但是这般美人若是死了，实在是太可惜了。哎呀，世事难两全呢。如此绝代佳人，炼制出来的丹药必定药效翻倍。可若取别处的血，便未必有那么好的效果了，真叫人为难呐。这般珍馐美味，若不尝一尝，又实在可惜。这可如何是好？上清道长像是真的陷入了纠结一样，冰凉的匕首贴上陆泱泱的脸，然后是脖子，再接着落到他的心口。本仙尊是要得道成仙的人，岂能被美色蛊惑？只要挖了他的心，用他的心血炼丹，本仙尊就能真正的鹤发童颜，长生不老。美人再美，不过是皮相罢了。待本仙尊取完血，就将他的身体掏空，灌入水银，永久地保留下这副皮相。上清道长瞬间兴奋起来，握着匕首的手激动地要往陆泱泱的心口扎去。而就在他的匕首即将要落下的时候，陆泱泱蓦地睁开眼睛。放血不从脑袋放，你这顺序不对呀，上清仙长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醒战？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你是第一个能骗过我的人，不过你挟持我是没有用的。来了这里，你就注定只能是一味药，这是你的命。怎么不自称本仙尊了？你是想跟我说，我就算杀了你，我也离不开这个鬼地方吧？哼，无知。先不说这个，有个问题我很好奇，在我解决你之前，我必须得问一下，不然我晚上觉都睡不好。你认识一个叫上善仙姑的道姑吗？上清道长明显是愣了一下，心情突然有点复杂，一时间竟不知该如何回答。认识，她是我师妹，我们曾经拜在同一师尊门下，只是后来师尊得道之后，我们就分开了，再也没有联系过。果然，他就说嘛，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巧合的事情？这一切恐怕都是大殿下搞出来的。青莲案，包括现在的仙丹案，如出一辙的手段，一样的丧心病狂。那你知道你的好师妹现在怎么样了吗？你想她吗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当然是想着让你怎么去陪她呀，你说是不是？我跟她不熟啊。姑娘，有话好好说呀！方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了，得罪了姑娘。其实我内心里是舍不得姑娘死的。姑娘这般花容月貌，是该享尽世间荣华富贵。这样，只要姑娘愿意，我可以代为引荐，保准姑娘前途无量。咱们有话好好说，呀！陆泱泱现在要不是手里拿着匕首扎着他真想直接给他2巴掌。姑娘，你听我说，不是贫道威胁姑娘，
这玉明山上几千人，精兵都有1000，姑娘即便是找再多的帮手来，也插翅难逃。所以贫道奉劝姑娘，还是好好想一想贫道的提议。姑娘想要什么，我都能给。这个房间的旁边还有2个房间，里边一箱箱的金银珠宝，随便姑娘怎么挑，连贡品都有。许多珠宝都是海外来的，连京城皇帝那儿都没有，我都给你。我还有海船，我甚至可以送你去海外。你先放开我，放开我吧。说够了没有？上清道长蓦地一僵，合着他说了那么多，他压根儿就没听进去啊。姑娘，你听我说，你对先前那些姑娘都做了什么？你用她们的血来做什么？炼丹用的，我只是用了她们的血。年轻姑娘的血最为纯净，尤其是处子，这样的血炼制出来的丹药药效更好，那些富商老爷们最喜欢了。藏在玉明山的是什么人？姑娘，贫道确实不是什么好人，但是那位的身份，贫道奉劝你还是别问了，想都不要想，否则谁都保不了你。贫道虽然是个骗子，但为了活命，总还能跟姑娘商量商量。若是得知了那位的身份，姑娘就只有死路一条啊。是什么样的身份，连想都不敢想。陆泱泱确实想不出来，但是他的耐心也差不多到头了。管他是谁，殿下说过他会解决，就一定会将他解决掉。来人呐！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，陆泱泱压根儿就没阻止他喊人。于是喊了2声之后，他自己先本能地住了嘴。那些被你杀害的姑娘，你把她们弄到哪儿了？姑娘饶命啊！贫道不，我就是个混迹江湖的骗子。早些年跟着师傅学了点炼丹之术，从他藏起来的禁书当中看到有壮阳回春的丹药，所以平时就炼点这种丹来骗骗人，自称仙道一仙，结果就被捉到了大殿下那里。我使出浑身解数，非但没能骗得了他，还被他给一识破了。我本来以为我死定了，结果他也没杀我，而是说送我去个好地方。之后我就来了这里。这里有一座丹砂矿，这对我们这些炼丹的人而言，简直是天堂。要多少丹药就能炼出多少丹药，甚至不用琢磨配方，只要多加点丹砂就行了，随便加。你难道不知道，你那些丹药吃多了会中毒吗？有人身体虚也很容易中毒，一旦中毒根本就没得救。丹药哪有不中毒的，又不是自己吃，丹砂吃多了本来就会中毒呀，但是吃完感觉也很好，又不是我逼着他们吃的。别废话，快点带我去找那些姑娘，不然我就把你这个死骗子全身骨头都给你打碎了。你放心，千刀万剐一时半会儿是死不了的，骨头断了也死不了。大人，你怎么找到这儿的？徐浪一回去报信，我便立即安排了，已经调集了所有能调集的人手，开始上山了。跟罗兄弟碰了面，外面交给他，我跟徐浪先行一步过来接应，顺着小裴大人留下的线索找到了这里。你们竟然是官府的人！老实点，大人，我怀疑这个下面是陵墓。走过那道长长的台阶，在穿过一座座地宫之后，宗悫也终于看到了坐在中心地宫的龙椅上的那个人。阿雀，是你还没死。
是了，你打小就聪明，若是这么容易就死了，那老天未免太不开眼了。他也不信你死了吧？现在是不是到处找你找疯了？你说，他若是知道你来找我了会怎样？阿娟，你站那么远干什么？过来，过来坐呀！好久都没来客人了，我最近都有些无聊了。前些日子科尔过来，但他那个性子，你也知道，阴阴沉沉的，我一点都不喜欢。还是你最好。你们小的时候，他们都会将我认错，只有你不会。阿娟，你知道我有多高兴吗？只有你知道我是谁，只有你不会把我认错，让我觉得我似乎也是存在的，真好。你来了豫州，没有人会为难你。后来沿海的口岸开放，你若不喜欢这里，你大可以坐船去海外。无论你是要占地为王，还是逍遥自在，你都自由了。你勾结宗客，找来一个江湖骗子，将整个豫州搞得民不聊生，这就是你想要的吗？皇叔。自由？你说自由？阿娟，你跟我说自由，那你告诉我，我宗玉景这一生有自由可言吗？父皇取名从水，只有我叫玉景。玉景是什么意思啊？影子，是影子。我从出生开始就是个影子，只要我活在这个世上，我就没有价值，没有意义，没有自我，我哪来的自由？你告诉我，你说，你说呀！如果双胎当中注定只能活一个，他们已经选择了宗烈，为何不那时就掐死我？莫非把双胎的事情暴露，把我藏到冷宫里待着，被冷宫那群疯子的猪胎差点烧死才被人发现，捅到父皇那儿。可父皇知道真相以后是怎么做的？他也不过是默认了莫非的做法，留着我的命，却只把我当作冷宫宫女所出，给我取名玉景，就是要点醒我，让我记住我这辈子就是个影子，以五皇子的名义生存，却不能随便出现在人前，若出现在人前就必须要戴面具。我在京城那么多年，世人皆知武殿下，却传言武殿下生来有恶疾，相貌丑陋，还有传武殿下幼时出痘成了麻子，不堪为天家子，什么恶心的话都有。你猜我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才几岁？宫里有一个人为我主持公道吗？有一个人给过我一丝一毫的怜悯吗？没有。我在冷宫暗无天日，出了冷宫却失去了脸，永远见不得人，甚至走到宗令跟前的时候，我还要跪下，不能抬头去看那张我每天都能在镜子里看见的脸。你说凭什么？啊？凭什么呀？凭什么一母同胞？他是天上日月，我是被踩在脚下的泥。人人都说仲文太子是个什么神仙人物，神仙人物，见了我永远都是一副微笑的模样，说武帝别总闷在屋里，多出去走走，然后在无意间看到我的脸后，不也一样是选择了沉默？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因为这是父皇的选择，他身为主君，他再清楚不过。他们都知道，但他们都装聋作哑。
只因为我没有被选择过，我就永远都不会被选择了，我就永远只能做一个见不得光的影子，永远不能在阳光下直视我这张脸。你来告诉我，我这张脸做错了什么？皇室不得出双生子，一句话就定了我的命。阿雪，你来说说，这些是该我的吗？啊？如果这是命的话，为什么是我不是他呀？明明是2选1，为什么选择被牺牲掉的人是我不是他呀？我这些年来就是想要一个答案，谁给我了？谁给我了？莫非连见都不敢见我？你以为他是因为愧疚吗？不，他不是因为愧疚，他是后悔，后悔没有在一出生的时候就杀了我。可他也害怕。都说双生子命运相连，一个更坏，另一个才会更好。但倘若一个人死了，另一个人也会跟着死，所以他又想我死，又不敢让我死。宗林也是一样，不然你以为这些年宗林为什么不杀了我？他不想吗？他只是不敢。莫非他想忘了我？他一直都想忘了我。他希望我从来都没有出生过，所以他从来不肯提起我。从他得知自己怀了双胎的时候，他就开始祈祷，一定要是龙凤胎，一定要是龙凤胎，因为龙凤胎是祥瑞，能够让他更进一步，而双生子只能是灾难。多可笑啊！他生了我，却一直都想要忘了我。我的父亲、母亲、兄弟，所有人都希望我不存在，这是我的错吗？你说，这是我的错吗？宗雀静静地看着他发疯，却并没有回答他。宗景玉似乎也并没有指望他回答什么。我认了，那些我都认了。我已经在那样的漩涡中长大了，我接受了。我也开始有了朋友，阿彻就不会嫌弃我，还有欣欣。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真的很开心。我那时候在想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可以远离京城，我可以一辈子都不回来，只要能让我跟欣欣在一起，我只想跟她在一起。欣欣从来都不会嫌弃我，她见到我真面目以后还跟我说，不就是双胎吗？皇室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规矩？在这个世界上有人跟自己长得一模一样，这该是一件多好的事情，有什么不好的呢？为什么要躲起来？但是第一次有人跟我说这样的话，你知道我有多开心吗？尽管我知道这不是一件好的事情，也不会有人开心，可是这是头一次不会有人忌讳这件事情，把它当做一件正常的事儿，所以我真的很开心。我想，我要是能跟他在一起的话，我的余生一定不会再跟前半生一样，全都是阴霾。所以我去求宗林了，他已经是皇帝了，他已经拥有一切了，连仲文都没有争过他，他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？我只要一个荣心，荣心并不喜欢皇宫，是他骗了他，是他拿着阿彻让荣心妥协的，若不然的话，荣心明明可以跟以前一样游走江湖当一个神医。你看，宗理根本就不了解他，他只以为荣心是像景姐姐那样特立独行的女子，却不知道荣心并不是景姐姐。荣心不喜欢政治，不喜欢他们勾心斗角的那些东西，他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人。结果呢，他用手段骗了荣心，让荣心以为那是爱情，可最后那是什么？他为什么要害死荣心？为什么？他
害死了阿彻，害死了西西，他为什么要那么做？啊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是因为他害怕，他害怕仲文回来，害怕仲文夺走属于他的一切，所以他不择手段，所以他什么都想要，有什么都要毁掉。我不是疯子，我不是疯子，他才是，他才是，他才是这天底下头号的疯子，疯子，疯子，疯子！荣先生是神医，是个大夫，他若知道你所做的一切，他只会觉得恶心。恶心？你说的对，他会生气的，他肯定会很生气的。他给人看病从来都不是为了钱，无论是权贵富商还是街边走卒，他都一样一视同仁。所以他知道我搜集了长得像他的姑娘来殉葬，他肯定会生气。他为什么不来找我？他为什么不来找我？只要他来找我，我就跟他走。去地狱也可以，去哪儿都可以。他怎么就不来找我呀？演够了吗？你不信我，阿全，你怎么能不信我呢？我信不信你，都改变不了你所做的一切。你口口声声说自己的命运，那他们的命运呢？你觉得自己一出生就被人给设定好了未来，就定了你的命，那他们呢？他们好端端的活着，却因为你一念之私失去了性命，他们的命又凭什么由你来定？你说父皇是疯子，没错，他是疯子，你也是疯子，太后也是，你们不愧是血脉相连的亲母子，全都是疯子。阿全，你还是那么有趣。是，没错，我们都是疯子。那你呢？你跟我们不也一样，流着一样的血，你有好到哪儿去啊？啊？阿全，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真是好可怜啊！曾经不可一世的皇太子，如今是什么呢？啊，从前我哪是你的对手，如今不过轻轻一掌，你连爬都爬不起来了，你就不觉得难过吗？阿俊，你知道的，我是最喜欢你的，不如我们联手杀了宗麟，我替他做皇帝，你依旧还是皇太子，你觉得如何？你怎么就是那么犟呢？你如今不过是个废人，宗麟也没想让你活，你活着一日他都不可能安心。当初他就是这么除掉容彻的，所以你就算这次侥幸活了下来，也一定会被他给除掉了。我就不同了，我不会杀你，我不舍得杀你的。宗雀伏在地上，低笑了一声，然后蓦地握紧手里的剑。怎么可能？你不是已经飞了吗？是宗克告诉你的吧？他没骗你，我是飞了，可杀你，废人也够了。不，你不能杀我，阿全。我是你嫡亲的皇叔，我身上流着跟你父皇一样的血，你也是我半子，你如何能杀我？你难道不知道宗麟之所以不杀我是为了什么吗？你怎么能杀了我？你怎么能杀了我？你不是说我也流着跟你们一样的血，能好到哪儿去吗？你说对了，所以他们不敢杀你，我敢。能听完你说完那些废话，
已经是我对你最后的尊重了。皇叔，那喝吧。宗却忍不住低笑，快别笑了，喝药。有什么好笑的？因为开心才笑的。陆泱泱抬眸，恰好撞进他的眼睛里。那一瞬，他的心脏又是不受控制的微悸了一下，然后顺便把纳兰云烟的事情告诉了宗阙。他也算是无妄之灾，国仇家恨也不该牵扯到一个姑娘家头上，所以我想要送她回去，可又觉得就这么送她回去，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麻烦，所以我想来问你怎么处理会比较好。我让人将他送到阿瑶那里去。大哥，纳兰云烟的父亲手握重兵，如今北燕皇室也是几方力量相互博弈。北燕皇帝送纳兰云烟来和亲，也是一种制衡。说就这么将他送回去，对他自身和如今北燕几方势力的制衡都不算一件好事。但如果换一种方式，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。你知道啊，阿瑶留在西北这几年主要是为了打开护氏的局面，以护氏代替战争和掠夺。如今几乎整个西北大部分的游牧部落都已经跟大昭构建了护氏交易，战争少了，他们的部落也能够得以休养生息，稳步发展。北燕从前也是北方的游牧民族聚合以后逐渐壮大，才有了南下扩张的势力。他们意识到单纯的扩张并不能让他们达到问鼎天下的目的，这才有了20多年前的布局，学习大昭的文化制度，再通过融合来实现进一步的扩张。这20多年于北燕而言，同样也是一个积蓄力量的过程。如果任由他们这样下去，迟早有一日，大昭一定抵挡不住北方的铁骑，必然沦陷。所以，如今对于大昭而言，其危险又同样是机会。因为北燕的融合还没有达到能够让他们统一整个南北的实力，北燕依旧还有许多部族延续的还是从前的模式。我们要做的就是逐渐的分化他们。你想想，如果现在的北燕做不到在整个北方地区一呼百应，届时两国交战，他还有必胜的把握吗？这就是阿瑶要做的事情，也是他必须留在西北的目的。陆泱泱震惊地瞪大了眼睛，他只知道大哥跟殿下的期许，却不知道这当中竟然还有这样的布局。如果去年那场瘟疫大哥没有扛过去，会如何？西北动乱如今尚且能镇压，但这几年的部署也必将毁于一旦，届时未来那场仗会很难打。所以洋洋，你做得很好，不能说绝对，但你当时不只是救了阿瑶，也会在未来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两国交战的结局。我们都是人，不是神，再如何布局也没有什么绝对的神机妙算，任何因素都有可能导致未来格局的变化。这就是现实的政治。坚定自己的立场，这之后的每一步谁都难言生死，所有人都一样。所以也不要有负担，你能做到的，无论是小事还是大事，在我看来都很好，也很重要。陆泱泱听见心里有一个声音，一个十分独特又坚定的声音同他说，有殿下真好。纳兰家族之所以能够手握重兵，跟他们当初的部族也有关系。能够在北燕王朝当中身居高位，如今他们所能够号令的部族也不在少数。将纳兰郡主送到阿瑶那里，利用他的关系跟那些部族取得联系，建立起护氏的渠道，也能够提升他自身的地位。再由那些部族送他回北燕，即便是北燕皇帝也不会轻易发难。而你想让他在北燕照顾离端，也要先保住他的身份才行。陆泱泱立即便明白了他的用意。如果现在直接想办法把纳兰云烟送回北燕，那么纳兰云烟算是什么呢？逃婚？
亦或者是受不了和亲逃走的，那他把当初北燕皇帝的旨意置于何地？而纳兰云烟如果能够带着护市那些部族十分需要的物资回去，促成这笔交易，那以他在纳兰家族的地位，自然能够得到这些部族的认可。殿下这个主意简直太好了。宗悫此时早已累极，能撑着同他说这么一会儿话，已经到了极限。模糊中听到他的声音，不知何时已经垂下头，放松地倒在了他的肩头，睡了过去。昨夜多谢小医仙援手，冒昧问一下，文先生近日可有靠岸？你是说我娘吗？我上次知道我娘出海已经是差不多半年前了，按照时间算的话，估计下次回来要到夏天了，可能还得半年。哎，你认识我娘啊？我与先生相交多年，几年前也在瀛州见过一面。我想起来了，阿雀，你是阿雀。我娘说过，她有一质子之友，算是她的弟子，时常通信。那次在瀛州，我也在的。原本还说要带我一起去见你的，但是当时我被一个据说带来了海外神药的外邦人给吸引走了。等我回来的时候，我娘说你已经走了，是你吗？宗悫点头，文青青惊讶地捂住了嘴。哇，这也太巧了吧！我从小到大可没少听到阿雀的名字，但是却是头一回见到他。他竟然还是你的夫君，而我还是先认识的你。哇，好神奇啊！确实很巧。对吧？所以我们刚见面的时候，我让你跟我一结金兰叫我姐姐，我没有诓你吧？你看，你夫君按照辈分都得喊我一声姐姐呢，起码也得叫声师姐才行。你比他大？那是，大2个月也是大。怎么样，叫我姐姐你也不吃亏吧？你去看看锅，要快熬糊了。文青青瞪大眼睛，转身飞快地跑了。青青的娘亲是谁啊？这么厉害？你应该听过他很多次，只不过世人不知道他尚在人世，花果夫人。陆泱泱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，转过头不可置信地看着宗悫。当时让你一定要来豫州，其实也是想碰碰运气。如果运气好，先生回来的话，本是想让你们见上一面的。要是能见上一面就好了。陆泱泱显而易见的有那么几分小小的失落。会有机会的，能得贤者指点是缘分，即便不能，你自己的明悟也是最好的。陆泱泱的眼睛又亮了起来，宗悫的唇角也跟着微微翘起来。殿下，多亏你来了。大人起来吧，若非大人，此事也没这么顺利解决。他是父皇的同胞弟弟，顺王。顺王？陛下的几个兄弟里，听说就属顺王不起眼，且性格孤僻古怪，据说很多年前就死了。他怎么会？他跟陛下是双胞胎？皇室自古就有双生子不吉利的说法，所以皇叔出生之时就被太后暗中送到了冷宫，隐瞒了他的存在。后来冷宫有宫妃发疯打翻烛台，差点将他烧死，这件事才被捅到了先皇跟前。事已至此，先皇给了他名分，却隐瞒了他的真实身份，令他不得以真面目见人。因此世人都以为他不过是冷宫宫女所出，太后不喜他，只当没有他这个人。宫里许多人其实都知道这件事，但也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隐瞒。即便是后来父皇登基，他也一直如同隐形人一样，又因着传言说双生子之间命运相通，所以父皇一直不杀他。知道他身份的人，或者猜到的，也不敢杀他。陈州案之后，他被送到了豫州，
没几年就传出了死讯，因此有关舜王的传言至少都是10多年前的事情了，自然不会有人记得他。前些年他醉生梦死，也没惹出过事端。后来大殿下来找他，蛊惑他，两人一拍即合，狼狈为奸，蛇鼠一窝。陆泱泱现在总算是明白，为什么到了豫州之后，明明背后之人藏得那么深，甚至没人知道他是什么人，却又没人敢动他。他的那张脸就是最明摆着的事实，跟他作对，就等同于是在跟皇帝作对。他想造反吗？造反还给自己修什么陵墓？林知府也觉得奇怪，按照舜王这大肆敛财的架势，颇有一种要造反的架势。可真正要造反的人，怎么会在玉名山这种地方给自己修建陵墓？你从玉名山搜出多少金银？啊，也就10几20箱的样子。这对不上啊，绝不可能只有这么多。修建陵寝、仙宫这些固然花钱，但是舜王利用上清道长敛财，单是仙丹就将整个豫州的商人给刮掉了几层皮。大殿下，钱被大殿下拿走了。舜王自身并不想造反，但他想看着大昭被缴获的乌烟瘴气，想看着山河破碎，想看着江山在父皇手上一片狼藉，所以他跟宗恪狼狈为奸，就是想等着有那么一天，他能嘲笑父皇无能，让世人唾骂。又或者，若宗恪真有那个本事拿下京城，他还能李代桃僵，享受一把他自己幻想出来的人生。但无论他真实的目的是什么，从他入局的那一刻，他就已经成了千古罪人。那豫州仙丹案如实记载舜王宗玉京所作所为，先暂时将案宗封存，等到将来有合适的时机，原原本本一字不落地将他的罪行昭告天下。此事牵扯到皇室秘辛，还牵扯到了先皇，是否双生子不祥之事本就是无稽之谈。灵知府立即明白了他的意思，历来皇室不知道暗中处置了多少双生子，这个规矩早就该废掉了。臣明白了。等到灵知府离开之后，只剩下了陆泱泱跟宗悫的时候，陆泱泱才忍不住问他，殿下来豫州是知道？为了海茂，我也没有什么能未卜先知的能力。北燕跟大昭之间必有一战，和亲之时可以算作一个试探的信号。几年之内，这场大战不可避免。对于大昭而言，兵力是一个问题。其次，攘外必先安内，东部水师是父皇的人，并不算安稳，所以我将圣君也留在江南，是为了稳固东部水师。其次是海茂，海茂的钱一部分归国库，一部分进了父皇的私库，还有一部分为了相关的官员。可即便如此，这笔钱依旧很可观，这也是宗恪会想出豢养海盗这种损招来捞钱的原因。所以你其实是为了钱来的？这笔钱是未来两国交战之时最大的后盾，粮草能解决大部分的问题。陆泱泱悟了，这才是殿下一定要来一趟豫州的原因，其根本目的是要稳住瀛州的海贸，只要海贸安稳，他就有源源不断的钱，能够供他将来不被人给切断后路。那大殿下呢？他大肆搜刮钱财，是不是为了招兵买马，然后造反？很难说，以他目前的行事手段，有种唯恐天下不乱的癫狂。无论他是不是想造反，都必须尽快解决了他。所以豫州这边的事情处理完之后，我们要尽快启程去西南。宗恪在哪里？我担心颜悦要有麻烦了。我们当初的猜测是没错的，那个上善仙姑背后的人就是大殿下。上清道长跟上善仙姑是师兄妹，手段都如出一辙，一群该死的江湖骗子，简直该下18层地狱。大殿下身边那个宫女叫雪烟，苗疆人，
纳兰雨燕说她要去找小医仙治病，所以大殿下应该是去了苗疆。我答应了青青陪她去苗疆，正好孟老就是出自苗疆。等执医来了以后，我们就立刻出发去苗疆。在这之前，我是真没想到大殿下竟然藏得这么深，四处在暗中搅风搅雨，一点底线都没有，还不知道会做出什么更匪夷所思的事情，简直是丧心病狂。做过的事情总会留下痕迹，我会先传信给颜渊，让他多加防范。只是父皇派人在江南没有找到我，一定会派人去西南，兴许会动摇西南的军务。宗恪去西南，开始或许是巧合，但也未必是巧合。你是说他有可能是奉了陛下的命去的？陛下是疯了吗？倒不是疯了，而是宗恪那些小动作在他眼里如同跳梁小丑差不多。他知道西北动不得，一旦动了西北，将来若当真有一战，他就会十分被动，所以他不会那么着急收回西北的兵权。而西南历来就是动乱之地，先前颜悦的侵蚀未成，颜悦回了西南，他退了一步，之后又找借口将舅父从西南调走，除了颜悦一个没什么根基的少将军在那儿，你觉得是为了什么？浑水摸鱼？分化西南的兵权，调走舅父，留一个不顶事的颜悦在那儿，安抚西南的将士，稳住他们不要大乱，但同时要让他们先乱起来，他才好在里面安插自己的人，再让宗恪去搅浑西南的水。如果宗恪的野心太大难以掌控，他就顺势除了宗恪，但如果宗恪能及时放手，他就可以当一切都没有发生过，留着宗恪回京城，继续帮他磨砺出他想要的继承人。所以父皇未必是给了他旨意，但放他去西南本身就是一种暗示，否则不过是和亲而已。宗恪正在禁足当中，他怎么可能真的借着和亲离开京城？陆泱泱明白了，说白了，大殿下也不过是皇帝手中的一颗棋子而已。殿下为何要同我说这些呢？我伤了腿之后，站不起来的时候，在我面前的所有人都只有两种心态，要么是跪在我面前不敢抬头直视我的，要么是站在距离我有一点距离的地方，垂下眼眸同情、可惜或者蔑视。在这之前，我从未想过有那么一天我会那么无聊的去观察别人看我的眼神，而你永远在试图与我平视，在我一睁眼就能看到你眼睛的地方，不用我刻意垂眸或者抬头，不用我不动声色的观察，我就能看到你的眼睛。所以洋洋，我也没有什么需要刻意瞒着你的东西，权术只是一种工具，你可以用也可以不用，可以思考也可以不思考，但我把我能让你知道的信息直接告诉你，又何必让你去猜？我行动不便，也有不能让你参与的事情，不能总在你身边，也不能时刻提醒你，唯恐你遗漏了什么而不能警醒。既如此，我既信你，何必要兜圈子遮遮掩掩，让你去猜测他们那些弯弯绕绕？我何不同你一起猜？你说的好有道理啊。宗恪失笑，陆泱泱也跟着笑出了声，心中也瞬间豁然开朗。对呀，既然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互相不信任的地方，那直接坦诚相待有什么不对吗？殿下，裴寂跟我说你在营中码头的时候看见我了，还看见我跟令无忌了，还说我们举止亲密，你吃醋了，有这回事吗？你真的吃醋了吗？怎么吃的醋？为什么要吃醋啊？一向万分稳重的宗恪，在他一连串如此坦诚的发问中，绷不住咳了起来，别过脸，差点被自己给呛到。殿下，我跟令无忌什么关系也没有，他之前见我的时候就骂我丑，我觉得他脑子有病。后来在海上的时候，我跟徐管事遭遇海盗，
多亏了他出手相助，在码头上又帮了我一次，我就跟他一笔勾销了。他也算个性情中人，不过他这个人也挺奇怪的，非要跟我打听我喜欢什么样的人。我跟他也不熟，当然不可能告诉他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我肯定不喜欢他就是了。那泱泱喜欢谁？陆泱泱微愣，喜欢谁？他喜欢殿下呀。泱泱，你我的婚事在当时的情势之下太过仓促，你年纪尚小，本不该让你那么早做出这样的决定。除了我，你还会遇见很多人，或许这些人里也会有让你心动的人。我心动的人？是你心动的人，不是你看到的别人的故事，也不是你我之间那一纸婚约，是你喜欢的，你心动的。作为你长大之后，你内心坚定确定，作为男女之情的心动，你该遇到的是这样的人。陆泱泱眉心轻蹙，眼神迷惘。他喜欢殿下，殿下是他心中最好的人。可心动是什么？男女之情的心动又是什么？殿下，对不起，我现在想象不到那是怎样的一种心动。这不是你的问题，泱泱，每个人都有自己专注的事情，你现在回答不了的，便是你不能确定的。等你能确定的那一天，你一定会知道那个人是谁，也会知道那是怎样的心动。所以殿下知道？想套路我？等你告诉我的那天，我再告诉你。为什么呀？你现在也可以告诉我呀。现在不算是个好时候，等改日我挑一个黄道吉日再告诉你。殿下，你能不能再敷衍的认真一点？泱泱，我已经不是太子了，也在世人眼中是一个死人了。你我的婚事，我珍之重之，却不希望因此成为你的负累。所以太子和太子妃的婚事就此作罢吧。他心悦的是宗阙心悦陆泱泱，所以我心悦你，也希望你自由的爱。殿下，你让我想想，让我想想。陆泱泱呢喃出声，站起来，转过身去，有些混乱地走开了。他要先想一想。宗阙静静地注视着他走远，手指不自觉地握紧。公子，你就不怕玩脱了？万一他真喜欢上别人呢？你一点都不担心吗？你最近话有点多啊。可能是京城之外天高海阔。泱泱自幼为了生存吃尽了苦头，情爱于他而言太过遥远。比起思考这个，他更在意的可能是信任，是公平。我若只拿着一纸婚约束缚他，他这一生或许也能与我不离不弃。但人生漫漫，他总会遇到很多的人和事，如果都没有试过自己能不能或者想不想去触碰情爱，便将之转换成一种责任来遵守。这不只是对他的不尊重，也是对这份感情的不尊重。若我始终无法让他心动，那也是我应得的结果。感情不是一方的强求，他的爱意再如何赤诚浓烈，也不是他必须要接受的理由。公子，你不如少读点书吧，怪抽象的。你走不走？那走。罗靖见过公子。没有外人，你可以重新说。前镇美大将军荣彻麾下五品虎烈将军罗靖拜见皇太子殿下，请求殿下彻查16年前荣大将军并拜陈州一案。荣大将军战死到最后一刻，尸骨无存，绝无可能投敌叛国，求殿下彻查真相，还荣大将军清白，为陈州枉死的将士和百姓伸冤。故提起重启陈州案时，尚未被废，所以此案故以曾经皇太子的名义接下了。他一日一日
日复一日的苟活着，愤世嫉俗，却不敢战也不敢死。他得等着，等着有朝一日堂堂正正走上公堂，背负着陈州10几万的阴魂，等一场公平的审判。还请公子见谅，在下冒昧前来搅扰。泱泱已经同我说了些你们这一路遇到的事情，还要多谢罗将军这一路对泱泱的照顾。罗静微微一愣，眼眶又禁不住有些泛红。他本来也不是什么感性的人，但是宗悫这声罗将军却是对他的认可，也在告诉他，他相信他说的话，也认为他无罪。陆泱泱，你怎么会来这儿？我自然是来做生意的。听说豫州发生了一件大事，还广邀商人前来。我这本来前脚都已经踏上船了，听到这么个好消息，自然也要来凑个热闹，说不定还能遇见你呢。你看，这不就巧了吗？这不就遇见了吗？我就知道你肯定在这儿。陆泱泱只想赶紧把他打发了，他可不希望令无忌这个危险人物察觉到殿下的身份。泱泱，遇到熟人了。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盐帮帮主令无忌。泱泱，这位公子该不会也是你的兄长吧？是青青的表兄，我的对象文雀。对象是什么？就是交往的对象啊。你问那么多干什么？你不是为了做生意来的吗？这位大人就是豫州府的知府林大人，现在豫州做生意的事情，大人已经交给了执一去办。你要是有什么需要带的话，你尽管告诉执一。久闻盐帮帮主大名，令帮主赏光前来，本官不胜感激。本官已经邀请江姑娘来主导豫州通商一事，令帮主有任何疑问和需要，都可以去找江姑娘。待过2日，本官得空，定然亲自做东，邀请令帮主一叙。不知令帮主下榻何处，何时方便？执一好登门拜访。不是，我不是想问这个。生意什么时候谈不行啊？就不能先告诉我对象是什么吗？陆，既然你们有正事要商量，那我就先走了，不打搅你们了。祝你们合作愉快。然后拉着宗悫就走，还不忘冲着文青青挤眼睛。哎，表哥，泱泱，你们等等我呀！哎呀，吓死我了，差点不知道怎么变。让他见到你没关系吗？他可是盐帮帮主，虽然现在不认识你，但是盐帮背后跟杨家还有萧家3殿下那边有牵扯。虽然盐帮到现在落到了令无忌手里，有明若替他担保，但是令无忌这个身份还是太敏感了，若是被他发现了端倪，你岂不是很危险？无妨，就是要给他留个印象，好让他以后起疑。我叫人调查过令无忌，瀛州官府的人找过他，除此之外，还有萧家的人也找过他。盐帮被整顿过一次，虽然表面上短时间内不会再有什么波澜，但是暗中盯上他的人一定不少。他最终会选择上哪条船，还是未知数。你是想拉拢他？若他当真能同明若一心，也不必拉拢。若他要投靠萧家，那借着他将我还活着的消息透露出去，也未必是坏事。父皇派人满天下的找我，总不能叫他一直一无所获。消息到了萧家那里，萧家是想瞒着还是吐出去，都总要折腾点事情出来。届时真真假假，也够他们互相猜忌一段时间了。你这也想得太远了吧？就我一个人瞎紧张。碰巧罢了，只是说与不说都不妨事，但有一事我也不明。对象是什么？两情相悦的男女交往叫谈对象，他怎么解释吗？他们现在这样算是两情相悦吗？就是好了，不逗你了。既然是你们姑娘家的小秘密，我便不问了。他约摸是猜出了一点点，只是不太理解所谓谈对象、交往对象是个什么样的关系。但能被她们小姐妹之间互相调侃，约摸是比朋友更亲密一点吧。出什么事了？
裴寂赶紧将一张小纸条递给他。宗悫打开小纸条看了一眼，脸色微沉。洋洋，我怕是得先走一步，不能与你同行了。陆泱泱已经看到纸条上的内容：西南边境动乱，颜月误入霍阴山，失去了踪迹。殿下，两个可能。